过期油究竟还能不能留？10个辨别油脂变质与废物利用的妙招，第一种90%的人都不知道还能这么晚。我们在大扫除时，总会翻出几瓶刚过期的食用油，很多人觉得没长毛没发霉，加热一下就能放心吃。但油里从来没有细菌，真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更隐蔽的化学氧化风暴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个辨别油脂变质与废物利用的实用方法，来一场厨房里的油脂生化课。第10名，看透光与瓶口。很多人觉得油变深就是坏了，但土榨花生油、黑芝麻油天生就是深色的。真正的死亡信号不是颜色，而是透光度和树脂化。当油脂发生严重的氧化聚合反应时，小分子会抱团变成大分子，失去清透感，发浑发暗，底部出现絮状物。用手机手电筒贴着瓶身照一照，好油哪怕颜色深，光线也能透过去，变质的油则像起雾一样浑浊，根本打不透光。再摸一下瓶口螺旋纹，如果感觉粘手甚至拉丝，像摸到半干的胶水，说明这瓶油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氧化聚合，连瓶子一起扔掉最好。第9名，闻气味。食用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当它与空气长期接触，就会发生强烈的自动氧化反应。这个反应会生成一系列小分子的醛类、酮类和短链脂肪酸。这种物质散发出的味道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哈喇味，类似油漆、旧蜡笔或放久的瓜子味。一旦闻到这个味道，说明这瓶油的防线已经彻底崩溃，在高温加热也无法逆转。第8名是烟点。好油的烟点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上，但过期的、酸败的油脂，其内部产生了大量的游离脂肪酸。这些游离物质极其不稳定，会强行拉低整锅油的烟点。炒菜时，如果油还没怎么热，就开始疯狂冒青烟，而且极其呛人刺眼，这绝对不是因为你火开得大，而是这锅油已经不行了。冒出的烟里满是刺激呼吸道的有害挥发物。第7名，看气泡。用好油煎鸡蛋，泡泡会迅速破裂消失，但如果你用变质的油或者反复使用过的剩油，锅里会浮起一层细密、绵长、久久不散的白色泡沫。这在物理学上是因为油脂氧化产生的聚合物改变了油的表面张力。这种泡沫就是油脂严重裂变的铁证，千万别以为是食材的问题。第6名，看挂杯。优质的新鲜油流动性极佳，摇晃后挂在瓶壁上的油滴会迅速滑落，但如果油过期严重，它会变得像糖浆一样粘稠。这种粘稠在化学上被称为热聚合产物的增加，它的分子量变大了，流动性变差了。如果你倒油时感觉拉丝、黏糊糊的，请立刻停止食用。以上5点是判别废油的死亡通知书，但只要我们转换思路，利用油脂自身的物理特性，这些该扔的油瞬间就能变成生活中的免费神器。第5名，盆栽植物的缓释驱虫剂。花盆里总是飞小黑虫，或者爬满蚂蚁。将过期的食用油沿着花盆边缘的土壤滴上薄薄的一圈，切记不可接触植物根茎。油脂会改变土壤表层的物理质地，对昆虫来说，这就像是一片无法跨越的致命泥沼，能有效阻断土壤里虫卵的孵化和外界飞虫的入侵。第4名，木质家具的天然保护膜。木质家具随着时间水分流失容易干裂，而植物油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疏水性。用一块干净的软布蘸取少量的过期色拉油或橄榄油，均匀地涂抹在干燥的实木桌椅上，油脂会迅速填满木材纤维的缝隙，在表面形成一层抗氧化的隔水结界，不仅能恢复木材的原有光泽，还能防止开裂。第3名，金属工具的防锈铠甲。铁器生锈是铁、氧气和水发生氧化的结果，只要打破这个生锈铁三角，就能永远保持锋利。家里的铁锤、扳手，甚至是不常用的铁锅，用刷子涂上一层薄薄的过期食用油，这层油膜能100%隔绝空气中的氧气和湿气，给金属穿上这层物理装甲，放1年都不会生锈。第2名，门轴锁孔的静音润滑剂。家里的房门吱呀乱响，那是金属铰链摩擦力增大的结果。油脂是自然界最古老的物理减膜剂，用棉签或针管滴1-2滴过期的食用油在门轴的缝隙里反复开关几次门，油脂会利用毛细现象渗透进轴承深处，消除金属摩擦，让你的世界瞬间安静。第1名，废油皂化反应。脂肪是由脂肪酸和甘油结合而成的。当我们把氢氧化钠，也就是火碱，溶于水，加入过期食用油中时，强碱会像一把暴力的分子剪刀，硬生生地剪断脂肪分子的化学键。游离出来的脂肪酸会迅速与钠离子结合，生成一种全新的物质——脂肪酸钠。这就是肥皂的真身。而剩余的产物，则是拥有极强保湿效果的天然甘油。经过1个月的阴凉处晾干熟成，碱性完全褪去。
这款用废油做出的肥皂，去污能力极其强悍，洗抹布、洗鞋子、洗完固油污，效果秒杀普通洗衣粉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帮你保住了钱包和健康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收藏，并转发给家里那些掌管厨房总是舍不得扔的长辈们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